我even现在我是也在当面试官。你是面试官？I should have just等一下，那你会问什么东西？嗨，叫 Louis。那我在 Google 是软体工程师。我早期做过台湾的 Google Maps， 尤其像街景服务，然后还有就是像 Chromebook， 然后接下来我还做过 Google X 里面一个 project Smart Content Lens。然后后来我回来 Google， 现在在做 Fuchsia。所以你是在 headquarter 工作了几年了？这边工作5年多了，本来是在台湾，我在台北6年左右。OK， 所以6年左右，后来才 transfer 到旧金山这里。在 Google 之前，我是在科学园区一家 IC Design House， 就是工作很辛苦嘛，早9晚12、11，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就是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了，就在找工作这样子。刚好 Google 也在台湾 hire 那时候，对啊，那就去试试看。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是平常心这样子。然后就运气很好就进来了。你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很谦虚的，平常心，然后就是没有准备好。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本身就是很聪明、很优秀的那种，然后他们看得出来，这样是吗？好了，我不能说没有准备了。我面试前半小时有 K 书，但是都没出道啊。你是那种在台湾有工作过，然后现在在美国已经有5年的经验。对，那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大的差别？关于 work culture 里面吗？比较大的 culture shock， 其实有个很大的差别。这边会有什么东西，我们要看是5年、10年后会变成怎么样。那在台湾的时候比较要求生存嘛，所以你就会做一些比较 short term 的 plan，你看的都是比较短的。那来到这边，因为这家公司很大也很有钱，所以他可以看很 long term 的。因为你是说台湾厂商跟 Google 嘛，那有没有差别？就是关于在台湾的 Google 工作的时候跟在美国，基本上差别不太大，因为 Google 算是一家蛮 global 的公司，反而在台北 office 的时候我比较开心。那时候 office 很小，就每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是朋友，是同事，也是家人，真的大家都很 close。那来到这边就是你走在路上，就是很多人你也不认识。你是怎么被选上可以从台湾的 remote office 到这里 headquarter 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很 global 的公司，所以其实你是可以自己申请去调动的。但是关于这么多 office 的话，是不是大家都会想要选择来这里？不一定。比方说在这里，现在大家知道 Bay Area 是很贵的，对，很贵，对。然后美国税很贵。像你搬来美国，你当时申请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难？因为你在这里已经5年，你是不是有跟家人一起来吗？还是说？其实就是带着小孩子跟老婆一起过来，其实已经没这么辛苦了。说实在话，对，我曾经尝试可以1个礼拜都不讲英文。真的，其实 San Francisco 真的是很多华人，对，是超级多华人的地方。所以这边其实不太像以前那么辛苦，上一代人来真的很辛苦，现在已经好很多。OK， 对，也不会觉得太难适应嘛。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的。好，那我想要问到最后一个，到底要怎么进入一个国际公司？你有没有什么秘诀是你现在知道的，可以给你当时的自己？其实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太多了。如果真的要说话，我觉得 open minded 那个心态很重要，就是不要把自己局限住。比方说，你觉得你没有机会上 Google， 那你就不去试，那你永远就不会有机会。对 ，just try it。I love it. I love that message. 因为我很多的影片主题也是 share 这个 message， 就是 at least 去尝试，因为你连试都不试，你就承认说 you lost， 而且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Exactly. Awesome. Thank you. 谢谢你。谢谢。Oh my gosh， 我们第2个 Google 总部的员工是这样讲吗 ？Googler， 要不要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Alan 是我们2017年一起去布拉格的朋友的婚礼，所以如果你们有看我们之前那个影片，我觉得是有你，对，好像有一些。对，那现在是专门可以访问你。你其实是在 Google 总部工作，那你在总部有几年了？3年多了。对，我是先在 Google 台湾工作1年半左右，然后再 transfer 过来这边大概3年，刚好有这个 opportunity。对啊，在 Google 人才流动是常见的，对，所以只要有机会都可以去 apply。我是有听说，可能有些人是不想要来这里，那为什么你是有选择想要来 San Francisco 这么贵的地方？我常常会开玩笑的说，我觉得来 headquarter 又有点像来到天朝的感觉，工程师可能就想来矽谷来见识学习一下，总部会有很多不一样的 opportunity， 然后可以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吸引的。在台湾 Google 之前，你有别的工作吗？有，我之前其实是先在台湾的广达电脑工作，然后在那边工作2年左右。角色上和心态上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毕竟以前广达是算代工厂嘛，对啊，所以现在是 move 到比较像客户端，比较像有品牌厂这边，对，所以做的事情跟 focus 的地方确实会有一点不同。关于像在之前台湾的公司跟现在美国这里工作，整个 work culture 有没有
什么东西是让你觉得很惊讶，或者你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就是台商老板会告诉你要做什么，然后给你一些 assignment，然后每个礼拜就有定你的进度跟你开会。可是，在外商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你一进来，老板就跟你说 OK， 我们有10个 project 在做，你要做什么？然后让你自己选。对，所以你要很有自己的想法，你要去跟老板 propose， 就是你想做这个。还没有搬来美国工作跟生活之前，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在美国 ，like maybe not just work 上面，但是关于文化上面或者生活习惯，你是有 surprise 吗？我觉得我刚搬来矽谷，比较 surprise 的是这边 after work 的 life compare with 台北，确实比较无聊。对啊，好无聊真的吗？真的，对啊，因为如果你们来这边出差，晚上下了班其实也没有地方去。对我会说矽谷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跟 compare with 纽约、Los Angeles 这些 city。你现在已经在美国工作生活，你说3年半嘛？对。现在你知道的，跟你还没有搬来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你自己什么 tip？ 我觉得应该会给，可能如果真的有想来，要 open minded， 而且要 be prepared， 就是矽谷的生活其实蛮辛苦的。矽谷因为聚集了太多公司或优秀的人才，这边的 living cost 也非常非常的高。对，可能是台湾的3-5倍高。对，所以这里的房价都已经快超越纽约。纽约对，我有听说，就是这些 living cost， 我觉得是我以前没有想过会这么高，大家生活压力都蛮高的。对，你会不会在美国已经3年半了？有没有看到觉得我要留在这里，还是你会有那个想法说我这里完成了某一个目标，我就要回台湾？我觉得会，我觉得每一个人来矽谷的目的是不一样。对我自己 personal 而言，我搬来矽谷的目的，我一开始就设定是来学习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当初的初心。我觉得来这边矽谷3年多，我确实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挫折也很多，但是我觉得也帮助我成长很多。我对自己的期许应该是，我还是希望未来我可能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回台湾或亚洲去，可能贡献自己的一些所学。是因为文化的差别吗？还是有什么原因吗？对，我觉得应该是这里很好，但我觉得对我 personal 来说啊，我还是会再更喜欢台湾一点，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的就是 real home 嘛。对啊， that's awesome. What's one tip that you would give to people? How you got your job at Google? 我觉得 Google 的面试是非常难准备的，因为我有听说。我even现在我是也在当面试官。你是面试官？I should have just 等一下，那你会问什么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我在 Google 的 job 是 Technical Program Manager， 接触到很多的人，所以对我来说，你是不是一个 team worker 很重要。不一样的 position 可能 focus 的 criteria 会不太一样。对。但是因为 Google 的面试有点特别，我们叫360度评量，你要收集到这些可能不同 cross function team 的一些 feedback， 那再去综合评比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hiring committee 会去看他们。其实完全没有试过你，他就看大家的 feedback，然后决定你可不可以被 hire。对啊，所以我觉得，因为你要面试的人实在太广了，你永远猜不准你会遇到谁，然后会问什么样的方式。对啊，所以我觉得保持好奇心，对很多事情都不要排斥去学习。你可以看一些其他一些 information， 或是甚至是产业的一些讯息，我觉得应该都是有帮助的。对 ，OK。Cool， 我 Thank you， 谢谢，谢谢。我叫云轩，我们 team 主要做的是自然语言处理。简单来讲，就是比方说，任何你讲的话、你打的字啊，我们需要能够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让 Google 可以针对你给的一些文字来做一些处理啊、理解啊。OK， 然后那你在 Google 已经工作几年了？从2010年到现在9年了。对，哇9年了。一开始10年是在这里吗？还是在台湾？我一开始一直都在这边。10年之前呢？你是在哪里？我1年之前在念书，在 Stanford 念。对，所以也在这方面。Smart man， Stanford。那 Stanford 之前呢 ？Stanford 之前在台湾。在台湾 ，OK。所以就是念完书就立刻在这里工作。对，我念完书，然后工作完就是9年同一家公司这样。我中间有离开Google 大概半年左右，觉得兴趣不合，所以我中间有回来过。有回来，所以还是有一点在别的公司待过这样。OK， 其实重点就是你还是大部分以你的工作经验上都是在美国。对，我没有在台湾工作过。没有在台湾工作过。OK， 你刚刚搬来美国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你很惊讶的？刚来嘛，我们就要办一些你的驾照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在 DMV 的时候，
超烂，对不对？你要排队排好久，对对。只不过想要办个驾照，你可能要排1-2个小时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一堆人在那边。刚刚来 Google 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很惊讶的？因为我从念书直接到 Google 来，这样子。对，我第一个感觉是不太像到公司里面去工作，我感觉好像是学校的延伸，因为我在学校，那我也是做相关的研究这样子。那我一进来 Google 的时候也是做相关的事情，好像没有太多的差别。对，这是我第一个感觉。好，那 How did you get hired and what's that one main tip that you would give to people？ 我会觉得程式 coding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我个人觉得对。但是你当初想要 work for Google 的时候 ，like now you look back, what was that thing that you did that made them hire you？ 我基本上觉得我会进来 Google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一开始先在 Google 做 intern， 那在做 intern 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做相关的，那做完 intern 之后就觉得这家公司还蛮符合我想要做的东西，那他可能也觉得我背光非常适合 ，OK， 对，所以才会有这个机会进来。所以是先当 intern， 然后要表现得好，然后你也对他有兴趣，所以就有继续这样。Well, thank you。这次刘佩又忘记录结尾了，那就由我来跟大家收尾吧。那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按个喜欢，不喜欢就按分享。想要收到最新的通知以及加入配对，那就按订阅吧。你最棒，记得按铃铛哦。等一下哦。好，你慢慢来，你不要紧张。对。